这是一个 LED 灯，这是一个可调电源，打开可调电源，用鳄鱼夹连接 LED 接颈。学过硬件开发的同学，不管是科班出身还是我这种半路出家的，都会接到一个新手村任务，那就是点亮一个 LED 灯。视频开头呢，就是我第一次点亮 LED 灯的精彩瞬间。当然，今天这个视频肯定不是为了展示我点亮 LED 灯的高超技能，主要还是为了填一填之前的坑，把点亮 LED 阵列的图形引擎开源了，同时也展示一下怎么用这个引擎玩转 WS2812 灯珠阵列。在介绍这个引擎之前呢，我先来说两句题外话，我来说几款手机游戏的名字，你来看看你都玩过哪几款。梦幻西游、率土之滨、猎王的纷争、剑鱼家园、高塔传奇、开心消消乐、保卫萝卜。这些游戏相信大家怎么也玩过其中的一两款，即便是没玩过，至少也听说过。那这些游戏呢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使用 Cocos 2D 游戏引擎开发。所谓游戏引擎，简化的可以理解为一个用来制作游戏的全能工具，它把图形渲染、资源管理、场景控制、音频播放等等这些基本的功能都提供给了用户。那游戏引擎的用户就是游戏开发者。使用游戏引擎以后，开发者就不用再对那些基础功能投入过多的精力，从而可以将重点放在游戏逻辑的实现上面。那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点阵图形引擎呢，和游戏引擎也差不多，它也实现了基本的图形渲染、场景管理、动作播放、延时调度等等这些基本的功能。我们只需要把精力放到内容的具体逻辑上，就能实现非常炫酷的点阵屏应用。实际上呢，这个图形引擎就是一个基于 Cocos 2D 游戏引擎移植到单片机上的具体实现。我给它起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 Dot 2D。和 Cocos 2D 相比， Dot 2D 移除了音频管理、脚本绑定、谷歌动画等在单片机下难以运行的功能，保留了图形渲染、场景管理、资源加载等必要功能，以最小的代价让 Cocos 2D 能运行在单片机上。目前我只对 ESP32 做了具体的适配，不过 Dot 2D 的引擎逻辑和硬件支持做了很好的分离，适配其他单片机也非常的简单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加入进来。现在我们就可以看看这个 Dot 2D 到底能做点什么了。先确认一下电脑上已经安装了 VS Code 以及 Platform IO 插件，在 Platform IO 中安装好 ESP32 的 Arduino 框架，然后从 GitHub 或者 GT 上搜索 Dot 2D ESP32， 找到代码仓库，点下载代码，用 VS Code 打开示例代码的工程文件夹，这样咱们准备工作就做好了。为了方便演示，咱们用我之前设计的这个像素灯套件来运行代码，只需要用 Type-C 数据线把设备和电脑连接起来，点击上传按钮，等代码编译并上传完成以后，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例子的最终效果了。很明显，这是一个经典的黑客帝国绿色代码刷屏特效。看一下源代码，核心逻辑总共用了10几行，加上数据定义等代码也就50多行。由于引擎已经把界面线条绘制、动作调度等功能都封装好了，代码才能这么少。这就是使用引擎的便利。接下来咱们再把代码里这个 Matrix 效果注释掉，再反注释这个 Triple Click， 运行代码看一下。这是一个一键3连的效果，代码也是简单到不行，轻松就可以搞定。不过在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，这是一个特别明显的暗示，我相信朋友们懂的都懂。举了这两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对于 Dot 2D 来说绝对是大材小用了。再来演示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例子。这是一个贪食蛇小游戏， Dot 2D 也封装了按钮输入的相关逻辑，现在可以很轻松的用按钮来控制小蛇的运动。一起看一下源代码，核心游戏逻辑我写了40行，加上按钮事件捕获、图像渲染、简单的注释，整个游戏逻辑的代码大概120行左右。当然写代码的时候我也没有特意追求很少的行数，因为和较少的代码相比，在常规软件工程实践中，可读性才是真正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放大一点，突破了这个小小的屏幕的限制，
Dota 2D 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天地。比如在这个像素板上播放各种各样的像素动画，再比如在我之前做的这个灯笼上呢，也可以很容易的实现这种惊艳的效果。终究 Dota 2D 只是一个工具，能用工具做出多么牛叉闪闪的作品，还在于使用工具的人。我从开始移植到测试代码到修改 bug， 陆陆续续用了3-4个月的时间。今天给大家展示的仅仅是 Dota 2D 的冰山一角，它还有更多更强大的功能就躺在那里，随时等待着你的发掘。Dota 2D 已经开源到 GitHub 和 GT 上面，大家搜索隐白猿的拼音就能找到。Dota 2D 是继承于 Cocos 2D， 我最终也选择了以 MIT 许可证开源，这就意味着大家无论怎么玩、怎么改、怎么商业化都随心所欲，我并不会以此挣1分钱。作为一个小小的 UP， 就指着大家的支持活着呢。如果 Dota 2D 能让你爽一下，请千万不要忘记把免费的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关注送给我。和隐白猿玩创客，看得明白，做得出来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